人类历史上的造反大多是因为活不下去，但美国人的造反是因为你代表不了我。18世纪中叶的北美根本不是什么蛮荒之地，那时候的波士顿和费城繁荣程度堪比英国的2线城市。一个弗吉尼亚的种植园主家里有几百个黑奴伺候，每天思考的是怎么把烟草卖个好价钱，而不是明天吃什么。当时的英国本土平民税负重得像大山，而北美殖民地的人几乎不用交税，他们享受着大英帝国海军的免费护航，做着全球贸易，闷声发大财。这种关系之所以能维持，是因为英国实行有意的忽视，就像一个常年在外做生意的爹对儿子说，我不管你，你也别烦我。这种丧偶式育儿意外地养出了一个独立、自信且钱包鼓鼓的逆子。1763年，分水岭来了，英国为了保护北美殖民地，跟法国人打了7年仗，英国赢了，但代价惨重，国库空虚，国债翻倍。这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更没有免费的战争。当英国赶走了法国人，账单也就送到了美国人手里。1763年，英国开始了一系列操作，先是画了一条1763年宣言红线，禁止殖民者去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发财，这相当于告诉想买房的北美年轻人们，那片地是国家的，你不能动。紧接着糖税法、印花税法、供诉法像连珠炮一样砸过来，买报纸要交税，结婚证要交税，甚至连家里住进几个英国大兵你都得管饭。殖民地人民炸了，不是因为钱多，这些税远比英国本土民众都要低，而是他们觉得性质变了。这就好比你那个平时不管你的爹，突然不仅要管你的工资卡，还没收了你的房门钥匙。殖民地的逻辑很硬，无代表，无税收。我在伦敦议会没席位，你凭什么掏我口袋？你掏了就是抢劫。而英国的逻辑更硬，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是你爹，我的意志就代表了你的利益。这是两种世界观的迎头相撞，没有缓冲带。为了收税，英国派了4000名士兵进驻波士顿，专门作为管理人员。1770年3月5日，一群愤怒的波士顿市民围住了一队英军，起初只是骂战，然后是扔雪球、石块。混乱中，一声枪响，5名市民倒在血泊中，这就是著名的波士顿大屠杀。这在英国眼中，我就干死了你5个人，你就大屠杀了。然而这个标题其实是当时的塞缪尔·亚当斯的杰作，他是个激进派，正愁没理由煽动大家造反，听到死了5个人，他不仅不难过，反而狂喜。他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完美的产品，如果叫波士顿斗殴，基本没什么人关注。于是他在报纸上疯狂造势，嗜血的红衣恶魔在屠杀我们的兄弟，一下子性质变了。这5名是自由的殉道者，光有文字不行，还得有图。画里的市民手无寸铁，被残暴的英军迫害。这张图一出，殖民地老百姓哪受得了这个刺激？怒火瞬间点燃了整个北美。但此时只是前奏，时间一直来到了1773年。大英帝国的亲儿子东印度公司快破产了，库房里堆了1700万磅卖不出去的茶叶。为了救儿子，英国政府出了个损招，查税法，核心就一条，允许东印度公司绕过所有中间商，直接向北美殖民地倾销茶叶，而且全额退税。东印度公司的官方正版茶价格竟然比殖民地商人辛苦走私来的水货茶还要便宜50%。如果让东印度公司把这批茶卖出去，结果只有一个，北美本土的所有茶叶商、零售商、走私犯会在一夜之间全部倒闭。普通老百姓其实挺高兴，能喝便宜茶了，但北美商人们吓尿了。于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商业暴动上演了。商人们煽动底层的自由之子，把东印度公司茶叶倒进了海里。几十名自由之子把342箱茶叶倒进了波士顿港。这不仅是清茶，这是在打大英帝国的脸。英国国王乔治3世彻底暴走，出台了不可容忍法，封锁港口，取消自治，不赔偿茶叶钱，一艘船都别想进出。波士顿是个海港城市，所有人都靠海吃饭，码头工人、修船匠、渔民、小商贩手停口停，直接断粮。他如果只抓那几个带头倒茶的自由之子，这事可能就这样过去了。但他千不该万不该，搞了连坐。乔治3世的算盘是逼着底层老百姓去恨那帮搞事的自由之子。但当老百姓看到英军军舰堵在门口，让一家老小饿肚子时，他们不会恨倒茶的人，他们只会恨那个不让他们吃饭的国王。饥饿是革命最好的助燃剂。1774年，第1届北美大陆会议召开，大家坐在一起，不再讨论怎么讨好国王，而是开始讨论我们还要忍这个暴君多久。虽然大家都很生气，但大部分精英还是抱着幻想，觉得只要我们好好写一份请愿书，国王爸爸会回心转意。这时候，帕特里克·亨利站了起来，他像个疯子一样嘶吼出震古烁今的言语：我们的枷锁已经制成，一场杀伐已经无可避免。既然事已如此，那就让他来吧。我不知道别人会如何行事，至于我，不自由，勿宁死。这番话一出，殖民地开始训练民兵，筹集军火，准备武装保卫自己的家园和自由。之前的倒茶、抗税游行，说到底还是儿子在跟老爹撒泼打滚，要糖吃。但到了现在，性质彻底变了。1775年4月，驻波士顿英军总司令托马斯·盖奇接到了伦敦的死命令，目标很明确，逮捕各大反英头子，没收民兵囤积的火药和武器。1775年4月18日晚，盖奇派出近1000名英国士兵从波士顿赶往列克星敦和康科德，企图趁其不备夺取武器。在第2天凌晨，英军到达列克星敦时，已有近100名民兵严阵以待。美国革命的第一枪打响了。
随后，英军继续向康科德挺进，却发现民兵已将大批军火转移，只好将剩余的军火销毁。在返回波士顿途中，英军在康科德北桥又遭遇四面八方赶来的民兵，一番激战之后，英兵弃阵撤离，途中又遭到殖民地非正规军的不断偷袭。就这样，一天下来，英军损失惨重，伤亡人数达273人，而殖民地的损失不足100人。这次战斗大大激励了殖民地的士气，唤起了成千上万殖民地人投身革命事业。盖西将军不得不承认，叛军并非许多人想象中的乌合之众。然而，这次的殖民地的革命主要是围绕代表的问题，无代表，无税收。在英国人看来，殖民地有关代表的呼吁几乎就是小题大做，毫无意义。我们自己人都没票，你矫情什么？当时的英国本土拥有投票权的成年男性只有区4%，剩下96%的英国人在议会里根本没有席位。但英国人有一套完美的自洽逻辑，议员虽然不是你选的，但他代表的是整个帝国的利益，而不是某个山沟沟的利益。既然你是帝国的一部分，那他就自动代表了你。这简直是顶级的 PUA， 但这套 PUA 对北美殖民地来说毫无效果。在北美，由于地广人稀，天高皇帝远，他们早就习惯了村镇大会和殖民地议会。在这里，代表是实实在在选出来的，我是这个社区选出来的，我就得为这个社区说话。如果我干得不好，邻居们下次就不选我，当一群习惯了我的地盘我做主的人。听到英国人那套云里雾里的就代表我的言论，他们的反应不是感动，而是被人奴役。这时，一个叫华盛顿的老铁表示，兄弟的利剑已插入我们的胸膛。曾经幸福安宁的北美平原，要么血流成河，要么沦为奴役之地。一个正直的人难道还能犹豫吗？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回不去了。以前我们是吵架，现在是杀人。一旦见了血，所有的温情脉脉都是扯淡。战争打响3周后，各路精英齐聚费城。这就是北美第2届大陆会议。会议中分为激进派和保守派。激进派认为打跟那个暴君拼了，保守派则是认为闷在几条枪跟母国闹翻了，我们都得完蛋。而这场讨论其实讨论了一个寂寞，因为他们同时通过了2份文件，一件叫拿起武器之原因和必要的公告，另一份是橄榄枝请愿书，主要内容是对着国王华贵大喊：爸爸，我错了。他们既想保住尊严，又不想失去安全感。在如今看来，这场会议当中的人，华盛顿、杰斐逊、富兰克林、亚当斯是国父，是开国元勋，但在当时都是叛乱分子。1775年的美国像极了一个站在悬崖边的人，后面是熊熊大火，前面是万丈深渊。他们不是一开始就想跳下去的，他们试图灭火，试图求救，试图假装火没有烧过来。再加上当时的北美根本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一盘散沙，社会被精准地切成了3块。第一类是爱国者，就是激进派，要跟英国死磕到底。第2类是保皇派，既得利益者，大地主、大官僚，觉得英国爸爸才是大腿。第3类是吃瓜群众，任何革命的成败不在于那2个极端的1/3，而在于中间这群。这是英国国王乔治3世带来了神助攻。为了搞定这帮逆子，乔治3世干了3件蠢事，招招致命。首先是雇了3万德国雇佣兵来北美杀人，这下美国人炸了，我们还是你的子民吗？你要教训我，好歹自己动手啊！他们觉得这是羞辱。第2，拒绝了橄榄枝请愿书。第3，全面封锁。之前还是个波士顿，现在是整个北美贸易封锁。但这还不足以让吃瓜群众们统统放弃他们的英国老爹。直到一名叫托马斯·潘恩的小伙写了一本叫《常识》的小册子，里面的论点主要是君主制是垃圾，乔治3世就是带着皇冠的牲口，总之言辞十分犀利。这本书一出版，销量直接干到50万册，当时的北美才200多万人。在酒馆里，在农场里，在军营里，大家都在读潘恩的话。那些原本犹豫的农夫、小商贩，读完后热血沸腾。紧跟着1776年6月，又来了一个独立宣言，由托马斯·杰斐逊主笔。这篇宣言出来后，是一次人类政治文明的版本更新。以前美国人吵架的逻辑是：我是英国人，我有英国宪法赋予的权利，你侵犯了我。杰斐逊直接提出，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我的权利不是国王给的，是老天爷给的。既然英国破坏了契约，那老子就有权炒你鱿鱼。既然要离婚，就把渣男的罪行全抖出来。杰斐逊列举了国王的27条罪状，每一条都是在告诉世界，不是我不想过，是他实在太渣了。从那一刻起，所有的皇冠都开始晃动。杰斐逊以为他只是写给美国人看的，这份文件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北美大陆。13年后，法国人读着它，攻占了巴士底狱，砍了路易16的头。30年后，拉美的玻利瓦尔读着它，把西班牙帝国赶出了南美。他告诉世界上所有被压迫的人，统治者的权利不是神授的，而是人民给的。如果不爽，你可以收回来。在此之前，世界属于君主，属于贵族，属于神权；在此之后，世界开始属于人民。